這是剛蓋的房子啊，然後遺體正在等待被運走，好奇怪啊！目前這個城市的火葬場在我們的不锈鋼區，然後它離這個位置有點遠啊。今天正好旁邊有一個山，原來我昨天還在想這個山上蓋什麼呢？我們今天就把它發展成一片墓地。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主干道，把它給延過來啊，上方的樹也砍了吧。作為墓地園的話，這裡的風水其實還可以啊，靠山靠水。然後我們用這條主干道呢，先讓它向前直行，然後再根据這個山體啊，從這兒增加一條主干道。至于這個墓地為什麼要有主干道呢？要讓這個風水變得好一點，坐北朝南，南天一色，色不動聲色。OK， 我們讓這些墓地呢裡面埋葬的一些市民啊，讓他們不動聲色。然後啊，蓋墓地之前，我們先找一個，由于這是國外的遊戲，我們是可以先放置一個教堂的，多元信仰大教堂，每周維護需要花費1400啊，只能放在這兒啊。其他的地形不是太平整啊，把它放在這兒以後再俯瞰我們的城市，像一個火箭發射一樣。這個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我們看一下把墓地放在哪兒。接下來應該切到一個土路的，為了更加的合理一點，我們可以用一條雙線歷史路，這是一條土路。把這個教堂對面呢，我們先切一條主干道，然後根據這個地形，我們再去切換幾條不規則的道路。看一下這個場地啊，這個場地的話似乎還可以延伸在教堂的上方，沿在這兒，不能太遠。如果說啊這條道路要超過教堂的話，這個區域感覺就變得四四方方了。我們路口呢，這裡也無所謂了，不能增加的太密啊。然後前方啊，我們從這兒再增加一條路線，哎，增加幾條祭祀的道路。然後我們找一下那個墓地的一個資產。4×4，來靠近大路邊呢，我們直接放置一排，這兩個放在一起。至於上方呢，我們把它切換一個方向，哎，去看一下這個墓碑的方向啊，有的高有的低。這樣吧，我們靠近馬路這邊呢，把這個墓碑再換一個方向。畢竟有的一些逝者啊，他們喜歡朝東，有的喜歡朝西，我們要照顧到每個人的情緒。先來這麼些，每個墓地它身上都有毛，然後呢，這只是一個裝飾而已。我們如果說想讓它出車的話，還得放一些真正的火葬場。比如說這個墓地，它可以埋葬250個病人。各位，我沒有要罵人的意思啊，我們可以點開去看一下，真的是250個。跑得太慢啊，跑得太慢。他把這個遺體拉過來以後啊，這裡基本上就着涼了。我們把這個限速先取消一下，讓我們山腳下的市民可以快速的來到這兒遊玩，安排他一生的住所。剛才有一輛車好像過來了，是一輛私家車。我們檢查一下他要去哪兒。正在前往多信仰大教堂，正在前往大教堂。OK。啊，嚇我一跳啊，還以為這裡發生了靈異的事件，好像它的顏色有點奇怪啊，我們一會兒還得把這個地面給進行裝修一下。那麼現在我們再打開這個醫療的選項，可以找一些遺體冷凍庫，先把它放在對面啊，放在教堂的旁邊。然後這裡也來2個吧，把它放在這兒了以後，讓它蹭一下這個教堂的電源。由於我們從山腳下去扯電源的話有點遠啊，在這兒先放一個太陽能的發電板，讓他們吸收一下大自然。然後水源的話，我也不知道這些墓地為什麼需要電源，需要水源啊。這個遊戲設定有的時候真的想不明白啊。我們把水電連接了以後，這個遺體冷凍庫呢，它也可以出動10輛靈車，可以安置120個遺體啊，太棒了！給你們點個讚。先把它圈起來，所有的節點都圈起來，然後對齊一下高度。我們最終要讓这個墓地園看起來風格統一化，高度也要統一化。現在他們都在一個坑裡，這合適嗎？不合適啊，把它再抬高一下吧。OK， 這些遺體會感謝我的。讓那些條件好的市民呢，可以埋在上方的山坡上；那些條件不好的呢，把它抓到這裡去做研究。前提是它得符合這個遺體的要求。然後呢，我們再找到這個土地的性質啊，
把上方先給統一一下，統一過之後，我們再放置火葬場。這個莊稼田我們先放置一塊看一下效果啊。如果說這裡是一片莊稼田，然後旁邊埋葬了這麼多先人，可以再把它放大一點，這樣去遮擋一下。哇，不，这樣顯示就有點像一個亂葬崗了，是吧？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貼紙啊。這是一些小花啊，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墓地的旁邊。我們加幾條祭祀的路線，從這個位置再拉一條斜線。這條道路車輛就不能過來了，只有行人可以過來。然後這條道路直接直行啊，去連接一下前方的大馬路，旁邊加2條小型的分支，中間再為它增加一些燒紙的建築。這個墓地園就比較人性化一點。之前大家問我說這個資產它到底有什麼作用？其實我們現在放置了以後啊，你看哎，每個工作人員他的服裝還都不一樣，還是隨機的啊。然後這裡再為他們來一個女士吧。哎，我去，好像是不是讓他們燒錯方向了？我們應該放在這兒。OK， 這個建築不能放的太多啊，有一個點綴就可以了。然後這個墓地園，我們再為它拉一個小圍欄啊，把它給圍起來啊。你看這個牆體啊，這個牆體比較合理。找一下節點啊，這條馬路的最邊緣，先拉在這兒看一下，遮擋起來啊，遮擋起來就合理了。我們得先找直線，再拉弧線啊。現在這裡的車輛還不少啊。來吧，這個圍欄現在已經圍起來了，然後總感覺這個墓地現在還少了一點植物，比如說我們找到這些小草啊，這已經是大草了，把它這樣去圍一下，顯示我們這個墓地是很有禮貌的。然後通過一個工具啊，我們先把這個道路兩邊都給它種上一些小樹，小樹下方有營養。不用全部給種上啊，稍微来一點點就行了。放置幾棵小型的柳樹，然後我們可以再為它增加一點繁華度啊，比如說這個火葬場，先來3個吧，把遊戏加速一下。如果說這個灵車沒有出滿的話，說明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建造了。2輛、1輛啊，果然放多了。那麼我們最後再打開一個資產啊，把後方呢可以把這裡做成一個小花園。放一個小亭子，來一個綠化。OK， 我們這個主干道左邊的方向呢，他們是埋葬遺體的，右邊的方向呢是處理遺體的。你看這裡現在遺體冷凍庫發生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啊。然後教堂也出現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，我們再去山下去看一眼啊。这個時候市民去世的問題已經解決了，然後只剩下了一些犯罪率過高的問題。我們找到這個警察局，可以先在這兒放一個大型的，看一下，把警察總部放在這兒吧。警察總部它可以出動25輛警車，看守所中的囚犯呢可以達到60位。然後一會兒他們把這個囚犯給抓過來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在山上啊為他們做一個監獄，把這個監獄放在墓地的旁邊，它兩者其實是不衝突的，順便震懾一下這些罪犯。而且它對面正好是一個教堂，我們就把遊戲放在3倍的一個速度，然後靜靜的等待一下，一會兒罪犯來了以後，我們可以觀察一下他們是怎樣勞動的。從遠處啊，我們去遠處的這個道路上去跟蹤一下。哎，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啊，這條道路他們下來了以後啊，他沒有下高速的入口，那麼這個位置我們還得需要為他開一條路口的，讓他通過盤山的方式走上來。比如說可以從這兒先開一條路口，然後我們讓他強制地面，按照這個山體呢，從這裡打彎道。檢查一下這個坡道，這個坡道好像我們是不是不用掏隧道也可以？哎，还可以。OK， 高度還行，就以它為基準啊。然後我們把這條道路給上下對齊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回車。
哎，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了。而且从这个位置上山的话，还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教堂。最终我们把这个山下的路口直接切在这儿就行了。来吧，通车了以后啊，这个垃圾车现在就上来了。哎，刚才应该以这个垃圾车的第一视角，我们来跟踪一下，或者山下正好有一辆左转的車輛。趙琦他要離開這個城市，我們直接切到他的視角來看一下。3倍的速度有點太快了。正好來到監獄，哇，這個時候已經有罪犯了。監獄中的囚犯26個人，為什麼都是一些女性啊？